欢迎来到江峰奥妙。前2天我跟大家讲了，不许地球人去月球的禁令正在失效。很多朋友听完以后说，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不跟你讲悬的，就给你看一张催款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咱们头顶上那道不许去月球的禁令现在立刻马上必须得松开了。时间拨到2026年1月28日，全球治理的所谓心脏纽约联合国总部给193个成员国写信。2天后1月30日，路透社把这封信披露出来，里面最吓人的一句是，如果欠款不补上，到了2026年7月，联合国可能真的会没钱运转。而欠账最大的是谁？美国。光是常规预算，美国就欠了大约21.9亿美元。听到这儿，主流媒体开始带风向了。那些左媒痛心疾首啊，说是不是川普又在搞孤立主义？大错特错。美国随便打一场仗，烧掉的钱都不止这个数。怎么到了联合国这儿，突然就开始抠门了？真以为这是交不起电费的财务危机吗？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这是一场精密筹划、冷酷无情的全球权力地标大迁徙。川普不是赖账，他是眼看着那份在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后签订的为期80年的地球管理旧合同到期了，他是不想再给旧秩序续命了。如果按揭秘圈的说法，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之后，联合国负责把普通人的眼睛死死按在地球表面。现在合同到期，川普把给联合国交的22亿美元会费给掐了，拿着这笔钱去给月球南极基地的房地产交首付去了。惊不惊悚？要理解这次历史的安排，咱们得先扒开联合国的底牌，得问一个最扎心也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问题：为什么这座所谓的和平圣殿偏偏要选址在这么一块终日哀鸣的大型屠宰场？1946年二战刚刚打完，联合国这个刚出生的世界秩序总机构正在满世界找总部。这个时候，小约翰·洛克菲勒突然出手，花了850万美元买下曼哈顿42街附近东河边的一大片土地，无偿捐给联合国。历史书上怎么写的？伟大的慈善为人类和平奠基。但是朋友们，你去看那片地方的历史，龟背湾这一带过去长期是码头、工厂、牲畜棚、屠宰场混杂的地方。牲畜在被送进去之前的哀鸣，曾经就是这一带最真实的声音。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风水好的地方没有吗？为什么一座宣称要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总部，偏偏落在这样一块带着屠宰记忆、恐惧残留的地基上？普通历史会告诉你，那叫城市更新。可在奥妙的逻辑里，这事不能轻轻放过，因为真正的顶层设计从来不只看地价，它看地气，看这个地方过去承载过什么。一个屠宰场最强烈的能量是被圈养、被驱赶、被宰割之前那种集体性的绝望。在神秘学的逻辑里，在那些真正懂奥妙的顶层精英眼里，这叫负面能量锚定点。所以这座宣称要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圣殿，它的地基从第一天起就是在生灵的血水里泡出来的。它是在和平的幌子下一个巨大的全球圈养场，把地球上的人类像当年这块地上的牲畜一样圈养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能量与资源的收割。真正决定人类自由繁荣的东西， UFO、 反重力、南极禁区、月球归属，这些都没有在联合国大厅里讨论过，这就是它最诡异的地方。你觉得我危言耸听？你看看联合国的出生证明，再看看他当年那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你就全明白了。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宣告成立，紧接着1947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 UFO 坠毁事件爆发。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火速成立，美国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而在最幽暗的深处，那个掌握着地外技术秘密的 MJ12 最高机密委员会开始秘密运作。
这是一套堪称完美的双层管理系统。表面上，联合国把全球各个国家的大佬们聚在那个屠宰场上盖起的大厅，今天你骂我，明天我制裁你，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条。可是暗地里呢，背后的黑箱部门，那些影子集团，在没有丝毫媒体监督的暗处，贪婪地消化着那些足以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东西，外星的反重力技术、无限能源、月球的真实归属。联合国不过是给真正的大佬们当了80年的看门大爷，他负责把普通人的视线死死地锁在地面上。那为什么现在古特雷斯跑出来哭穷啊？因为这份1947年签下的地面看守合同80年有效期正好快到了，联合国的守哨人任务已经圆满结束。川普拒绝支付那22亿美元根本不是差钱，他是在做一场彻底的坏账核销，把这个充满了官僚腐败和集权渗透的破壳子一脚踢开。而旧店歇业是因为新庄园已经盖好了。那么这个看门大爷这80年来到底在替背后的黑箱系统看守什么？直接看我们屏幕上的图，看了这么多年联合国大会，那面蓝色旗帜在后面飘啊飘，可你有没有一次认真想过，为什么这张世界地图的视角如此诡异？官方会告诉你，联合国徽章用的是以北极为中心的方位等距投影，地图范围画到南纬60度，外面那2只是橄榄枝，象征和平。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你为什么非要从北极往下看？你为什么偏偏画到南纬60度就停住，不把南极画全？原来南纬60度往南正好就是南极条约馆的地方，是另一个单独锁起来的世界。现在你明白这面旗最诡异的地方在哪儿了吧？联合国没有明文告诉你南极不在这张世界秩序的游戏盘里，它只是用一个徽章把这件事悄悄画给你看。人类被允许观看的世界到这里为止，再往外就是南极条约体系，那里不是联合国大厅里193个国家投票就能决定的地方，那里是单独封存、单独管理、单独上锁的一块地球后院。更绝的是，他还不说封锁，他说和平，他画橄榄枝。再看看1959年，那时候美苏冷战已经打到眼红，核弹一枚接一枚造，整个世界都怕哪天擦枪走火。可偏偏到了南极，大家突然不吵了，和和气气签了一个南极条约。条约说得很好听，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军事化，冻结主权争议，留给科学研究。骗鬼呢？在一个连太平洋上一块几平米大的礁石都要开着军舰去撞去抢的国际社会里，为什么全世界对南极这块比欧洲还要大得多的广袤大陆突然变得如此大度，如此高风亮节？南极到底藏了什么？这里就必须提到一种叫中微子的幽灵粒子，这是一种可以超光速穿透地球，穿透你的身体，连深海和岩石都挡不住的神秘粒子。在星际文明里，它就是外星人用的无线电台。而南极那厚达数公里的纯净蓝冰，正是地球上捕捉这些宇宙幽灵指令的绝佳天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盘点过的那11名离奇失踪的美国顶尖科学家？当初我们以为他们是死于大国之间的超限战暗杀，但从奥妙的视角来看，情报早就显示，其中至少有8名掌握着反重力与中微子通讯核心技术的大脑根本没死。他们去哪儿了？他们穿过了联合国旗帜上那道橄榄枝边界，被秘密带到了南极冰盖下那深不见底的实验室里，去开发这种意念控物级别的终极通讯技术去了。而现在，为什么这个盖在屠宰场旧址上的联合国必须熄灯断粮？因为旧合同到期了，并且同一时间，马斯克的星链上万颗卫星把地球低轨裹得严严实实。再加上2026年前后太阳活动增强，磁场波动加剧，南极冰层下那些能量场，那些远古秘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外透。既然藏不住了，那干脆就不藏了，与其修修补补，不如直接让这间旧店破产断粮。
这面成功把人类锁在地面收割场里整整80年的蓝色旗帜正在我们眼前瓦解。古特雷斯那封凄厉的求救信就是旧秩序在临死前的哀嚎。川普看穿了这一切，他连1毛钱都不想再扔进这个无底洞。讲到这里，朋友们，咱们先稍微缓一口气。旧秩序熄灯，月球开张，人类文明往哪儿走，最后都要落到你的身体扛不扛得住。所以今天节目中间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长期说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单笔订单满500美元就送一根玄宝黑参原参，而且是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下单的时候记得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这东西适合什么人？平时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总觉得身体底气不足的朋友，也适合送父母、送长辈，或者自己长期调养。好，我们现在把视线从南极的冰盖拉回到川普的办公桌上，咱们来盯住一个被所有主流媒体集体眼瞎、完全忽略，却足以决定人类未来1万年命运的硬钉子。就在联合国为了那22亿美元欠款焦头烂额的时候，彭博在3月31日抛出一个问题： NASA 为什么需要首席经济学家？受访者 Alexander McDonald 正是 NASA 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他参与过月球到火星战略和阿提米斯计划。如果美国登月真的只是为了上去捡2块石头，插面国旗，拍张照片，需要经济学家上桌吗？根本不需要。只有当一件事情从纯粹的科学研究变成资源开发、规则制定、利润分配的时候，经济学家大资本的算盘才会正式进场。这就是川普时代真正的换挡信号，月球正在从太空探索部转到星际地产开发部。同一时间 NASA 在3月24日宣布重大调整，暂停月球轨道站 Gateway 当前方案，把重心转向月球表面基地。 CBS 报道，美国计划未来7年投入约200亿美元在月球南极附近建设基地，包括居住舱、加压月球车和核电系统。看清楚没有？联合国这边22亿美元会费不想交，月球那边200亿美元基地马上砸。这叫没钱吗？这叫精准的资产剥离。在川普和觉醒的美国精英眼里，联合国这座建立在屠宰场上的老破小已经是一笔彻底的烂账，里面坐满了集权国家的代理人，充斥着无能的官僚和腐败的大锅饭。至于氦三，合同先赚起来了。NASA 已经把月壤资源提取技术排上日程，英特路拿到 NASA 合同，要开发从月壤里提取氦三和氢的系统，技术演示瞄准2028年，商业订单也已经有人抢跑。这才是真正的星际地产逻辑，不是等你看到矿车开进月球才叫开发。当合同签下，当规则定下，当基地预算砸下去，月球南极的地皮就已经开始分了。因为他手里已经握住了一张能够改写星际法律的王牌——阿提米斯协议 （Artemis Accords）。旧秩序是联合国那一套，是流氓国家也一票，文明国家也一票，最后常常是谁小弟多，谁会结盟，谁就能把水搅浑。但阿提米斯协议不是这么玩，你想参加月球基地，你想进入未来太空产业链，可以，但你必须跟我美国签合同，你必须遵守我的太空法律。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67个国家签字加入这个以美国为绝对枢纽的月球俱乐部。坐在屠宰场地基上开会的联合国，对不起，那是上个世纪的活化石。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权力换班中，最焦虑、最恐惧的，其实根本不是断了电的古特雷斯，而是坐在中南海里看着星空直冒冷汗的习近平。所以你看，中共为什么这几年突然疯狂搞登月，疯狂宣传氦三，不是因为他真的已经准备好去月球开矿了，他急是因为他怕。你看看他自己的底子，重型运载火箭还在路上，深空补给、可复用发射、月球运输链全都还没真正跑通。可是宣传上呢，氦三、月球基地天天往外喊，为什么？因为中南海看懂了，
如果美国先把阿提米斯协议这套规则做成了，先把月球南极的基地打下去了，先把海3冰资源、安全区、科研站、通讯网络全都圈起来，中共过去几十年在地球上经营的那套联合国小弟体系一下子就变成废纸。到那时候，习近平会发现他是输在整个文明赛道上。月球上人家只问一句，你有船吗？你有港口吗？你有补给吗？没有。那对不起，星际董事会没有你的椅子。这就叫釜底抽薪，这就叫降维打击。朋友们，联合国的熄灯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而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旧时代的葬礼。他在冷酷地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1947年罗斯威尔秘密契约之上，试图用一张画着白色冰墙的旗帜把人类永生永世困在地面圈养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当我们再次仰望头顶那片天空，请记住，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小说，而是一张张正在签署的星际地契。这场前所未有的权力换班，列车已经启动，你准备好登船了吗？这里是江峰奥妙，我们看穿表象，直击底盘，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